我们今天就画这一个，这个是之前画的，很早以前画的，好看吗？喜欢吗？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构图进行分解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画的是这个圆啊，我们来分解一下这个构图。哎，这个圆画的不够圆，画的是这个直径是69，直径就是4尺一半裁的圆啊。4尺可以裁，这个4尺可以裁2个圆，4尺对折之后裁圆可以裁2个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圆里面这样子，还是圆也是要分一下这个正中的这个中线。我们把第一朵花画到这个位置。好，这里来第2朵花，这个下面画第3朵。我这个框画的有点小啊，其实它花有一些花比这个大。这里画一朵，4朵啊，4朵花，我们从这里出枝，有一些枝从这里出来，然后叶子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到时候加一个花苞上去，加一个花苞，到时候看情况，看这个画面，看画面够不够位置。不够位置，我们这个花苞就不加。如果够位置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跳出一个花苞来。如果看情况，这个看当时，因为即使我画跟之前一样的画，有的时候画着画着它就跟之前就不一样了，就会有一些这个花的位置会有一些出入。因为我们这个是手工画，它不是复印也不是打印，所以没办法做到一模一样。所以虽然说我们当时这样子去设计这个图，但是到时候画的时候有可能会中途有可能会改。好，我们来把这个颜色分解一下。这个是构图哈，今天的这个构图，直径69 4尺的，然后来分解一下这每一朵的颜色啊。第一朵，这个我们把这个是第1朵。这个是第2朵，这个是第3朵，这个是第4朵哈，这样子来分。那第1朵我们用什么颜色呢？底色我们还是用这个太白加3绿。因为这一幅作品也是按照这个真花来画的，但是呢，因为太久了，我也找不到这个原花了，所以就直接对照着之前的这个作品。来画，然后大家看一下用什么颜色。这个第一朵，好久没有用牡丹红来画了，我们用牡丹红好吗？可以用一点点紫色，带一点点牡丹红，可以用一点点紫色，加这个牡丹红，然后用这个胭脂。好，第二朵是这一朵，第2朵我们用这个底色还是一样的哈，底色还是同上。然后我们这一朵用这个赭石，朱砂和赭石啊，用朱砂在前面，赭石在后面。换一个位置啊，先朱砂后赭石。第3朵是这一朵，第3朵我们调一个底色好不好？我们来调一个底色，调一个颜色来画，调和色，画成一朵这个白色的。我们用太清蓝、藤黄、朱标，太清蓝，这个底色就直接用太白，然后用一个调和色，一个太清蓝，加朱标，加藤黄，加朱标。好，第4朵的话，底色还是
太白加3绿，然后藤黄，然后大红加藤黄，然后再曙红胭脂。因为上次我也不记得上次用的颜色了。其实我只是看到这个大概的一个颜色，然后我们重新再来。因为我们每一次的颜色，我是建议大家不用去记什么颜色，你们可以要单练一种能力，就是你看到我这个花的颜色，你大概心里就有个数了，就可以用差不多的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今天这个花所有的颜色。然后我们这个叶子的话就不用说了，我今天把叶子也写一下啊。叶子是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，调成墨绿色，再加浓墨，笔尖蘸浓墨。嫩叶，这朵花，嫩叶嫩枝干，嫩芽，3绿，藤黄，珠标，胭脂。好，这个是今天所有的颜色，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画了啊。首先我们调底色，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。家人们，你们刚开始学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把这个底色稍微的干一点点，不要太稀了。太稀了，有些家人是掌控不好这个水分，所以你们可以稍微的干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加水。新朋友们，你们注意啊，注意看每一步的调色，调色特别重要。我们画这个浅色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底色要调深一点，明白吗？你看，像现在很浅，我们试一下，稍微的有一点浅，我们要再加一点3绿。画浅色的时候，尽量把这个3绿稍微的加多一点点。好，把这个底色调匀啊，调匀。这个底色调到这个度的话，就是没有肯定，可以干一点，可以稀一点，当然不能太干，不要像酸奶一样那种，那就太干了。不要太稀了，太稀了，你们画出来就可能特别是初学者就很容易把控不好这个水分。我们的这个老朋友，你调稀一点没有问题，只要你能够控水能力强。这个稀一点是没有问题的，当然新朋友的话，你刚开始画的时候，尽量稍微的干一点点哈。底色调好之后，我们放到一边备用。好，这个盘子有水，我们擦一下。如果盘子太多水，你们可能调色的时候容易把这个水吸到我们的这个笔里面去了。好，盘子里面我们第一朵的颜色是紫色牡丹红胭脂，用颜色比较随意，就是用颜色没有说不用说一定要追求
跟我一模一样。这个颜色刚开始用的话，它会有一些这个，我这个紫色里面会有一些这种颗粒的这种感觉。胭脂，好，这个胭脂，哇，这里这个水太多了，把这个吸掉，等一下影响我们这个调色。这个圆的话，你不知道中间在哪里，你也是一样可以对折一下，稍微的轻轻的折一下，轻轻的折一下，知道这个中间在哪里。好，我们这里画第一朵啊，这个地方画第一朵，这个花要稍微画小一点。如果我们用6尺的圆，那就可以把花画到像我们正常那么大，正常有这么大一朵花啊。这个25厘米左右，当然今天是4尺的这个圆，所以今天这个花的要画小一点，尽量控制一下要，所以我们的用笔要稍微的紧凑一点点啊。其实我不太喜欢把这个花画太小了，我喜欢画大一些的。好，我们稍微的把这个紫色的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，一点点哈，薄薄的一层这个紫色的，薄薄的一层。你看这个笔上感觉都是没有颜色的，是很薄的一层啊，很薄的一层，就是隐隐约约有一点，然后再去调这个牡丹红。牡丹红你们调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，细看一下。今天因为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家人们说调色的时候会有颗粒感。我这里看着它也会有一些这种颗粒，但是有颗粒的时候你要调久一点哈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也有颗粒啊，有颗粒，会有的哈，会有的。要调久一点，它可以调匀的。有一些颜色它是有这种颗粒感的。但是你要调久一点，把它调匀。你看调久一点，它还是可以调匀。所以调色要认真，要慢，要细心，细心的去调，要多花时间。调色没有说一下子就能调好的，有很多家人这个颜色没有调匀，就是调的时间太少了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开始画第一朵，开始下笔。第一个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半。好，我们的花心就在这个上面哈，花心就在这个上面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花心，这一朵这个花瓣的上面就是花心。好，这个花瓣可以几笔组成啊，然后笔尖再来蘸一点颜色。笔尖再蘸点颜色，两边的这种花瓣，两边的这种侧瓣，就是我们经常解析的这个花瓣，两边的这种侧瓣，中间一笔小，再来一笔大，再往后再拖一笔，这个是侧瓣，两边的这个侧瓣。好，笔尖上再来补充，笔上再来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这两边再继续加这个花瓣。笔颜色调匀，不停的补充颜色啊，要多补充颜色。这里会有一些这种小的碎瓣，小小的花瓣。这种侧面的花瓣有大的有小的。那这里再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侧瓣。这是一个塔式的啊，我们示范过这种塔式的，这是一种塔式的，这个形状是一个塔式的。我们先塔式的都是先画中间这一块的。
把中间这一块的这个花瓣先画了，这里再来一个这个侧瓣，这个侧瓣就比上面这个侧瓣要窄一点，让它有所区分。这里再来一个小一点的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啊，笔尖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。这里来一个小花瓣。好，这有一些花瓣，这些反瓣我们把所有的还是一样的，搭它的这个框架，把这所有的反瓣都画出来。这还是在画这个反瓣啊。现在还是在搭这个框架，把这所有的这个侧面的反瓣都把它画了。可以从它对面长一个。好，这两边再加一些这种反瓣，再加一些这种反瓣。笔尖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，这里来一个，这里来一个，这里来一个，里面有哪里有空，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些。这上面来一个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一点点颜色。笔尖现在都是在笔尖补颜色啊，笔尖补颜色。好，这个中间的这个反瓣我们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去补充里面的这个正瓣。当然，这一个补充正瓣的时候也不用深色了，我们这个整朵花都是浅色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一样用一样的颜色，都是浅色的，都是比较浅的颜色。当然，笔尖肯定要有深色的，笔尖要有深色。像这些地方也是要补的时候，还是要稍微的比我们正常的颜色要稍微深一点点。那笔尖的不停的补充，所以你看我画这么久了，这个水分还是有。刚开始，所以说刚开始笔上是水分是很足的。但是大家你们画的时候，初学的家人们，你们刚开始水分掌控不好的时候，你们笔上刚开始就水分少一点，你们就好画。你看现在水分少，很好画。水分好，这个笔就很容易自由的去让你去掌握了。一个水分大的话，就很容易，就是画不出你想要的这种样子。好，现在我的笔真的是太干了，所以要沾一点水分了。来，笔肚这里，笔肚在这里面沾一点这个底色。
好，现在蘸了底色之后，就再加一点紫色，还是把这个紫色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然后笔尖蘸一点这个牡丹红，调一下哈，要调匀哈，一定要调匀。大家看到我调色花了多少时间，所以说你们画的时候，你们不要着急，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好不好？调色是非常关键的一步，颜色没有调匀，你画出来这个花瓣它就不好看。也是一样哈，去补充里面的这个正瓣。好，这一朵的话，边缘它越来越浅，边上的花瓣它是越来越浅，所以我们蘸的颜色会越来越少。笔尖上稍微补充一点点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笔上又干了，干了我们再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底色。那我们再画这个上面这一部分的，上面这一部分的颜色更浅，我们所以就只沾一丁点这个牡丹红，沾一丁点，笔上沾一丁点这个牡丹红就可以了。这些花瓣是比较碎的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，不要蘸太多了啊。这个一笔笔的画，当然有这个笔的话，你可以画大一点的笔，小一点的都可以，让它去组合。稍微沾一丁点颜色，上面还可以再来一层。直接去点这些碎花瓣，就直接这么去点。点的话很容易，这个笔上就很快干了。我们再蘸一点底色。好，这里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。这个花瓣我们可以来长一点，画长一点。好，这个底色很快就没有了。这是一朵浅色的花，所以底色要稍微的深一点。来蘸一点点紫色，蘸一点点这个牡丹红。两边的这个花瓣，我们待会儿稍微的要深一点点，所以我们要另外的调一个底色。现在这个也是我们的关键，我们要另外调一个深一点的底色，把这个底色倒一半在这个盘子里，然后这里面再加一点这个胭脂，再加一点胭脂进来。今天的花会小一点，应该就20厘米左右。
因为今天这朵纸比较小，所以要画小一点。好，这个三绿，再加一些这个三绿和胭脂，把这个底色调的深一些，调的有点灰灰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调了这个深色的底色之后，还是一样的调这些颜色，还是一层这个紫色，然后调这个牡丹红，调这个牡丹红。这个我们下面这个深色的花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笔尖蘸一点点胭脂，蘸一丁点胭脂就可以了，不要蘸太多了。好，我们补充它里面的这个砧板，笔尖蘸一点胭脂。笔尖蘸一丁点胭脂，笔尖蘸一丁点胭脂啊。这个下面一层的这个花瓣，它这个颜色稍微是有一点点这个变化。这个大花瓣里面也会有一些这种小的碎的这种感觉，不要让觉得全部都是大花瓣。好，颜色要调匀。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就去哪里加。笔尖蘸一点胭脂，笔尖要不停的蘸一点点颜色。去补充花瓣，看一下哪里需要补花瓣，我们就往哪里去补。当然，每一朵花，其实我们画同一个这个构图，每一次我们画的这个花肯定都是不会是一样的。笔尖补充一点胭脂，来调整一下这一朵花的形状。蘸一点胭脂，最后我们笔尖都是在补充胭脂，没有用其他的颜色。也可以回一下笔，这里可以点一些碎瓣。这朵花它是稍微的比较小一点点，我们为什么要画小一点？因为这个画面，这张纸比较小，所以我们的花没办法把它画太大了，画太大了，我们这张纸就装不下了，所以要小一点，尽量控制一下。如果按照我来画的话，我肯定不止画那么大，
我喜欢画大一点，来把这个滑板稍微的大一点。好，现在底色没有了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底色已经很干了，笔上已经很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加点底色之后，还是把这3种颜色依次调。先把这个紫色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，然后再调一点这个牡丹红。笔尖蘸一点点这个胭脂，要少少的哈，颜色都是少少的，颜色不要调多了。把这个滑板稍微的加大一点，然后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切一下滑板。如果你觉得这一整个滑板都在一起的话，太大的话，可以稍微的切一下，有一点点印子就可以。稍微的大一点点啊。看一下这种花型。现在我们是调整这个花的这个外形。好，我们这朵花基本上就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把这个中间的地方，深的可以把它再处理一下，让它更深。把这个缝隙我们把它填一下，不要让这个飞白的太多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深的让它更深。好，这朵花就差不多了。这朵花好看吗？小小的一朵，把这个花心把它填满啊。花心蘸这个牡丹红和这个胭脂，尽量控制了这个大小，因为这张纸，这个圆是比较小一点的，所以我们不能画太大了，它画太大了，装不下了。
好，我们来再画这个，画第二朵。第二朵是哪一朵？看一下，第二朵是这一朵，第二朵是这边的。好，我们这一朵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一朵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，底色还是一样，然后我们的颜色会有区别。颜色我们要用另外一个颜色了。好，我们用的是这个赭石，不是朱砂和赭石两种颜色。好，还是用一样的底色，底色还是一样的，这个太白加三绿，这个底色有点少了，我们再调一点。干脆加一点水吧，加点水让这个底色稀一点，稀一点就可以了。底色是太白加三绿，看一下这个底色能不能画完这一朵花，不能画完我们再去加，好吧？先把这个朱砂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你们调的时候，如果盘子里掉了很多水，那可能是水分太多了。我现在就水分稍微有一点多，可以在旁边的废纸上把它沾掉一点点啊，沾掉一点点再去调，把这个朱砂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然后调这个赭石，一定要调匀哈，慢慢的把这个颜色调匀。我这个水分稍微多了一点点，所以家人们，你们调的时候水分不要太多了，你们可以把笔上吸掉一点点。初学者你们容易掌控不好这个水分。好，我们这个花心这一朵的，我们花心画到这个位置啊，沿着这周围去画，把花心画到这里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正面的花，正面的这个花，我们这个花瓣的话，沿着这个中心往两边去展开，笔尖补充颜色。有一些这种小的侧面的花瓣，颜色调匀哈，我都觉得我有的时候颜色没有调匀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匀。颜色调匀才是你画好这个花的这个关键。我这个水分有点有点大啊，大家你们画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水分，不要太大这个水分了。好，这边的花瓣有一点往这边卷起来，这种感觉，往这边走，往这个右边走。笔尖补充颜色。如果说你的笔肚里面的水分够的话，你这个就没有那么勤的去蘸这个底色。笔肚里面的水分如果不是很够的话，可能就经常要去蘸这个底色了。
你看我这个一般要画挺久的才去蘸这个底色。好，这个花心在这里啊，花心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里有这个正反半的组合。我们今天画就不用先搭架子，我们可以沿着它画。我们之前画这个正面的时候，都是先把所有的反半都画出来。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一笔笔的来的，没有你怎么画都可以的，没有说一定规定说要怎么画。你看这种各种各样反半，你可以正一个正半又一个反半，一个反半又一个正半，这样去画都可以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一点颜色啊，笔尖不停的补充颜色。这个反半我们可以有长的有短的，所以我们在画画的时候都是一直在讲的，画这个对比关系，画有长有短，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好，这是比较碎的花瓣，中间我们也可以把它全部画满它，不要花心的这一种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加成不要花心的吧。如果没有花心，我们可以把中间的画满它。不过这里已经画了一个痕迹，我怕待会儿会有这个痕迹在。好，这个花瓣有的大，有的小。笔尖还是要有一点深色的，笔尖要有深色，笔尖沾一点赭石。因为这朵花它这个正反半它不是说特别明显的。它稍微的这个花瓣还是稍微的碎一点点，因为我在画它的时候，基本上把它的正半和反半都是一起画了，没有把它分开来画。哎，这个笔上已经干到我都画不动了，还在画。来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底色。笔已经干了，干的我就走不动了。蘸完底色之后，还是先要把这个朱砂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。我们这是2种颜色，到后面补充颜色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在补充这个赭石。但是前面第一次补充了底色之后，我们是要把这个朱砂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，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赭石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，让这个大花瓣里面有大有小。这里这一块都是画的这个反瓣，那反瓣里面我们再去补充正瓣的时候，就从这个缺口这里，从这个缺口这里去补啊，就这样子去补这个正瓣。那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我们这样子去补充它的正瓣。那像这些地方，我们去补正瓣的时候，直接往这个缺口里面去补就行了。这朵花它颜色会到边缘也是一样，越来越浅。好，我们补充一点底色。
好，我们在补充了底色之后，就补充一点这个赭石，然后笔尖再补充一点点这个，先补充一点朱砂到笔肚，然后再调这个赭石。好，这个上面的这个花瓣会浅，会大一点，会虚一点。其实赭石做的这个花也很好看的，这些花瓣就是虚的这种花瓣，你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。这些比较大的花瓣啊，直接这么去点它。好，再蘸笔肚里面再蘸一点底色。蘸完底色之后还是一样，把这个朱砂要均匀的调一层在这个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笔尖蘸这个赭石，淡淡的颜色啊，稍微的深了一点点这一笔，深了一点没关系，因为画这个写意没有说一定要多严格。就这么去点它，就这么去点它就行了，点出不同形状、不同姿态的这种花瓣。越到边缘，我们这个花瓣是越来越碎。笔尖不停的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我们在画这一边的花瓣的时候，我们用刚刚那个深色底色。这个深色底色是前面也是调好的，这个深色底色，深色底色里面是有胭脂，还有这个沙律，还是一样。加了深色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，把这个朱砂还是一样的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去调这个赭石。下面部分我们的赭石可以稍微的深一丁点啊。稍微深一点。如果说你想颜色更深一点，想颜色更深一点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来一点这个什么，来一点胭脂也可以。好，这个花瓣让它伸出来。好，这里感觉也加一个缺口，这里可以再加一点。好，我们再蘸一点底色，笔肚里面再蘸一点底色。蘸完底色之后，还是一样的调色。其实赭石色画来也是很美的。我们用简单的颜色，今天这一朵花只用了这个赭石，只用了这个朱砂和赭石2种颜色。一个正的，一个反的。包过来。
来加一点颜色，好看吗？这种淡雅的好不好看？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淡雅的？好，我们这一朵花的话就这么多，就画这么多就可以了。让这个花瓣来中间一点。好，我们用这个赭石，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画了。直接用最深的赭石啊。好，这个是花心的地方。